全球就有在暖化吗？这个是我又找了几张比较新的资料，这样子，这边有几个资料了哈。第一张资料就是什么样？这昨天看过了，1999年到2008年，全世界的平均温度跟什么时候比？跟1940年跟1980年的比。那这个时候的差异性就是用那个温度来代表，越热的地方就代表越冷，越热，所以感觉上是什么样？好像有在增加，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讲过说，其实看那种。我觉得啦，短时间之内全球暖化的趋势，那其实暖化趋势也不是说就一定是暖化，而是说平均温度。你讲说今年特别冷有没有？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今年特别冷？没有嘛，今年真的是特别冷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你说没有是说我的错觉没有，还是没有特别冷？没有错觉啦，哈，今年是特别冷这样子，对 ，OK 好，所以说我们全球暖化怎么会变成突然特别冷呢？所以我们讲说那种温度哈，这种东西你要看那种长时间的那种演化，所以看一下，你看基本上看起来是有，而且最高的地方都已经到达1点多度了，这个是一个机构他们做的一些预测，到达多少？到达这个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到2050年的时候啊。它当然它那个刻度是用度 F 啊，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用那个华氏嘛，对。那华氏怎么换摄氏会嘛？哈，如果绝对的算的话，就乘以5%嘛，就大概除以1半左右就对了啦。所以说这边的话，基本上你看它是整个温度是在上升的。依照这种预测，当然这种预测准不准？我跟你讲说一定不准的。它可以看到趋势，但是你不要去相信那种绝对数字啊，因为那种太复杂了。这个大家都学过流体力学的，流体力学里面那些偏微分方程，随便一个变数，随便一个因素改变，整个答案就可能怎么样。不过就是那种趋势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这个呢，这个是看这个，如果这是看整个时间啊，从1880年到这边到2000年的平均温度。一点一点，那个是什么？每年的嘛，那每年基本上就怎么样，就会这样子，很正常嘛。因为每年的话，它的那个跳动幅度还蛮大的。但是你如果把前5年都把它平均起来，就是红线，就越来越什么样，就会比较看到趋势。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你看，它这个是以那个什么以哪一年做标准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是在0，所以以某一年做标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0，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880年到什么到2000年，确实上升了快1度啊。所以说这个长时间的看起来是有的。这个是什么样？冰山的什么？冰层的什么的厚度？上面这个是什么？每年减低的厚度。这条线呢是累计减低的厚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冰层啊，基本上从1960年开始，这边是 meter 哈，这边是这个是那个公尺。从1960年到现在，已经少多少？少了14公尺了。我们的北极熊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很多东西在这个证据是跟我们讲说，温室效应是不是温室效应？不，我们现在大家还可以辩论，但是呢，感觉上。那个什么地球暖化这件事情应该是事实。好，这边在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海平面上升啊，对不对 ？OK， 好，那个看看说有一天我们家会不会不见了这样子。所以说它是以哪一年以0的那一年为主啊。0的那一年是你是在好像1990几年的时候，好像2000年的出头的时候，它这个为主啊。他们做了几个 model 来测计说，来测试说，1992年为基准，所以说如果大于0，就是代表说它是比1992年那个什么海平面上升这样子。然后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是公分啊。所以呢，基本上确实海平面一直在上升，所以他做了很多 model 啊。你看最可怕的 model 在2100年的时候会上升2公尺啊，上升2公尺怎么样？新竹标高多高？8848嘞，还圣母峰。那个我知道台南，我来自台南那个安平那个地方啊，都很低啊。那个真的只要大概上升个50公分，大概应该就差不多了。我当然确切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吓人啊。所以呢，这个机构啊，大家如果看那个气候，这个机构还蛮需要注意的，叫 IPCC 啊。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这个 IPC， 他们都是一个联合国的组织啊，是那个政府间的一个官方组织。他们常常发布一些比较具有大家可以信任的一些数据啊。他就取了一个比较平均的，他说到21世，就是说2010年会上升怎么样？从18公分到59公分啊。不过这个论点太大了吧？哈，18公分和59公分这个差别可能会让一个国家存在个灭亡啊，一些海岛国家。不过 anyway。这些证据都是在证明说，你看温度上升，然后就会让你的冰河的那个什么厚度下降，当然海平面就上升。那海平面上升原因是什么？当然你冰河那个什么溶解之后水多了嘛，就这样什么温度上升膨胀嘛。大家不要认为说这种膨胀好像不多啊，那么多水膨胀起来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说，变成说，你只要温度上升，整个现在是看到地理上面，还没看到生态上面的。生态上面比较，这边我都比较少介绍，因为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抓到一些实际的数据。不然它生态上面它的影响一定很大的嘛。好，所以说这就是在另外一个温度上升的温度上升的，它这个温度上升是怎么样？这个已经是比较不准的。这个当初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做了，因为那时候想要推一些碳的减碳的一些工作，他们都假定我们都没有做任何减碳的工作，那么呢，这未来的话，整个温度上升的趋势会怎么样呢？所以这边他也是做了几个 model， 以这个以2001年为基准点之前，还是都是往上走就对了。对不对？还是都是那种到那个2010年都是2度到5度左右，所以呢，基本上大概这样看一看的话，好像所以说看起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就在讲说，那到底温度为什么会上升呢？对不对？当然，现在的主流意见是怎么样？二氧化碳嘛，对不对？那总是要有一些证据嘛。当然，我们理论上讲说二氧化碳会有温室效应，当然我们大家都了解。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下，对不对？但是这个证据呢？这张图是蛮常被拿来用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甲烷的。其实甲烷的趋势也跟这个一样，甲烷等一下我们讲到甲烷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是什么样？这个是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的含量。这个是什么样？这个是地球的温度。你讲说，那我怎么知道40万年前的呢？那就是在南极那个冰层里面去挖，那个时候就保存了那个时候的一些那个大气的一些状态，所以从里面就可以抓到一些。那边有个字啊，叫什么 Vostok， 有没有 Vostok？ 那就是一个南极一个苏联的一个什么观测站，很多一些关于考古的一些那个生态或地质都是从那个地方的一个观测站里面的那个 Vostok 有没有 VOSTOK 那个 Vostok？OK， 所以说看起来有没有相关？这个是回到40万年前，对不对？那有没有相关？好像蛮相关的哈。如果依照这张图来看的话，当然是蛮相关的啊。所以说，大概我们可以讲说 ，CO2 应该是扮演跟温度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温度升高，CO2 增高，还是 CO2 增加就温度升高呢？当你看到相关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还是互为因果呢？不管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说，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我们还可以有点信心说，真的是大概 CO2 会是跟我们的气温那个是正相关的。好，那这个是讲说，那 CO2 怎么办呢？看一下 CO2， 你看现在的话，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里面的 CO2 大概是280 ppm 嘛。现在呢，大概是370，这个现在已经是几年前的了哈。OK， 这个数据一直在改的，不过这是几年前的数据，这个是大概370。如果变成 double 的时候，变成560 ppm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预测是，如果 CO2 变成500的话，560 ppm 的话，温度上升，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在多少？可能在50年到70年之间就达到这个。所以我们人类有两件事情进步得很快，生小孩进步得很快，还有这种享乐也进步得很快，因为这 CO2 就跟你工业化也很快，就是跟享乐很快，只要跟享乐相关的都进步得很快这样子，对啊。这个是说他预测这些几个不同的预测，未来几年 CO2 的含量，你看那种数据啊，你看这种数字就知道说，如果是这个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了哈，就是预测出来，这绝对不是像刚才那种天然的。大自然里面本来 CO2 的含量就是一直在调整的，绝对不可能是。但是这种就违反了怎么样？违反了那种现象，就一定是人为的哈。所以说，
有时候人定胜天，我觉得人可能短时间会胜天的，但是长时间的话，真的会胜天吗？我不知道你可能会被大自然反扑吧，对不对？还是说其实那个什么那个自然也是有生命的，对不对哈？好，所以我们就讲说，做个小结，就是说，暖化应该看起来是进行式的，大家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说最起码我讲说地球气候异常吧，不要讲暖化，我讲异常可以吧？对不对？气候异常，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可以比较具有那个，但是它的原因就在什么地方？我们讲说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要解决它知道原因，所以知道原因的话，基本上这边就有一些主流跟非主流的，主流就认为说就是 CO2 或是那个温室效应气体啊，对不对啊？然后那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在他们也是有他们很强烈的那个 point， 就是说基本上看到那些温度的变化跟 CO2 的变化，还有最近 CO2 大量的产生，所以基本上他可能认为就是化石燃料大量的使用，所以就变成温室效应气体大幅增加所致，这是主流的嘛，对不对？还有非主流理论啊，第一个温度变化并不是人为的因素啊，包括什么样？包括太阳辐射啊，包括很多那个外界。其实他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啊，对不对？我们常讲说，你今天你只是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小的 scale 去看那么大的东西，就好像说你一个人在这边跳，想说我跳多了的话，地球就会跟着我震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它也是啊，但是地球会不会震动？会啊，地球有时候就稍微火山爆发一下就这样子啊，地壳就一样，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在跳，地球就震动了？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有些，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像美国现在油页岩气非常的热门，对不对？很多地方都在开采油页岩气啊。当然，油页岩气开采有一些有很强的反对声音，那是在我们台湾可能比较少听到。在美国有很强的反对声音，为什么？破坏生态。你把本来那些东西都是在地底下，你再怎么样把它挖出来，总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漏出来之后，就让大气层的甲烷增加，这个时候温室效应也变得很强烈。最重要是什么样？当然还有你用水裂法以后我们讲用水裂法你让那些化学物质到地底层里面也有污染。另外一个是什么样？人家本来很稳定的地质，结果你用水裂法把地质给炸个洞产生地震，也有这样子的论点出来这种的论点有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有没有间接证据？有啊。为什么呢？有些地方以前很少地震了，突然就地震了。就变成说，有时候是不是人为的，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自然？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们也不可能100%。所以基本上他们讲说这种在自然的变动范围之内，这个也是 OK 的，因为事实上刚才看那个整个40万年来，地球的温度也曾经有冰河时期跟比较热的时期还是有的，对不对？太阳辐射量，对啊，我们讲说太阳越来越长大。大家知道一颗行星恒星它的生长过程吗？太阳现在还在长大阶段嘛，有一天它就会死掉嘛，就变成什么叫做什么白矮星之类的嘛，现在还在长大嘛，所以太阳会越来越热嘛。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看过一篇报道或者怎么样，就讲说，搞不好几百年前适合居住的星球就是变火星了，因为是我们后面那个是什么？对，火星是在我们后面嘛，对不对？对不对？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嘛，对。那因为太阳越来越热，所以地球会越来越热，所以说搞不好几百年后或几千年后，适合居住的星球就变成火星了，因为火星离太阳比较远，然后它大气层的变化让它温度比地球低，那搞不好几千年后，地球就不适合生存了。所以基本上整个地球的那个温度也是怎么样，也是都靠太阳来，所以很多所以基本上还有就是说 CO2 有的来源不是只有化石燃料，很多，所以基本上也有一些人，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是比较非主流，我们讲说非主流的理论所以现在大家还是讲说可能还是温室效应气体。不过呢，我们讲过说，基本上我们如果同意气候是在异常，那地球在暖化。那其实呢，
我们就不用去管到说啊这个什么主流非主流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确实你做的一些人类的一些工业活动，确实是会对地球的一些生态有影响，那我们就尽量往好的地方做就好了嘛。所以你也不要去管什么说啊是不是温室效应就是暖化的元凶怎么样，那个什么减碳绝对是好事嘛，让我们地球的资源可以更好的保存下来，这绝对是好事嘛。所以说我们讲说，不要管什么样子，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OK。